小号手新出的这一套电影外传的声波，而且这一次的声波竟然还是带机器狗的呀！盒子和之前的那种包装都差不多大，但是感觉沉一些啊，明显的应该是里边的板件的零件会更多一点点吧。这边有一些玩具的实物的展示，后续霸天虎的成员也公布出来了。闪电红蜘蛛，闪电已经出了，包括后续震荡波、粉碎、反弹球，板件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其实看起来嘛，跟个 HG 的那种零件数量是差不多的，零件的预涂装都做得很精细，而且因为是按压水口嘛，所以操作起来很方便。你如果不想用水口剪子，直接拿手指头抠就行。软胶的 PC 键。透明的胸甲，这上面上的漆也很漂亮。胸口这么点的一个地方，霸天虎的这个标志印刷的也是非常清晰的，非常漂亮。机器狗变形完成的磁带，而且上面也有预涂装，很漂亮。因为胸口是个透明零件嘛，你可以看到里边的一些磁带的刻画。当然，你如果把这个磁带抠出来呢，这个胸腔里边的纹路、板件刻画也是非常漂亮的，很精细。在这么点的一个尺寸上面做这么精细的刻画，可以了，可以了。零件的契合度非常棒啊！装上这个零件以后，你甚至看不到这个合缝线，就跟那个零件上面的刻线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个卡进去会有咯哒一下锁定的声音。好，一条腿。看这种膝盖把它装到这里有一个小的卡点，卡进去以后就不容易拆出来了，这里会锁住。是有防呆孔的，头跟尾只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可以插进去。哈哈，声波就拼完了嘛，很简单。用这些铆钉啊，再把这些关节堵起来。哇，这么点一个小比例的拼装，它都堵螺丝，过分了呀！很精致，这么小的东西，这些细节都做出来了。这条机器狗好精致。最后就是拼这个地台了。
小号手的这一套声波和机器狗的套装拼完了就是这样了。整体来说呢，是要比前几款出的那种小一点的尺寸，比如说飞过山大黄蜂、阿尔西什么的，比那个拼装的难度要稍微大一点点，零件稍微多一点点吧。但整体拼完的效果是真的非常非常棒的。首先我很喜欢这个声波的胸口啊，打开里边还有一盘假的机器狗磁带，甚至你在胸口这些纹路的板件里边刻画都是异常精细的。透明的胸口也是做了分件来处理，而且玉涂装的这些小的汽车、小的霸天虎 logo 啦，包括一些花纹的涂装，印刷的都是非常精美的。最关键的，它还是有一个机器狗的，这机器狗做的也是相当的精细啊！看看这玉涂装、导弹，甚至就这么点一个机器狗啊，它的嘴巴还是有可动的。嘴巴可以打开，身上每一处关节都是可以活动的，这些地方，这里，尾巴上下摆动也有一定的幅度，而且吧，这个狗子肋部这里的这些机械刻画板件的内容都是非常精彩的，背后这里其实也是做了分件，甚至这个狗的腰部，我们从尾巴开始跟这样一节一节的转，能感觉到整个身体都是在活动的。这里有一节球形关节，这里有一节球形关节，尾巴这里在动，所以这个狗子的活动性真的非常的好。声波就更别说了，头部这里是球形关节360度旋转，领口这里的层次刻画也很好，背炮这里球形关节啊360度，你也可以把它背在后背。肩胛这里做了独立的零件可以翻，而且在所有的就不管声波还是机器狗，在所有穿过去的轴的背后这里，它都会给你加一个铆钉，把这里的类似于暴露的孔洞给你堵起来，这点真的很好。离开肩胛以后，所以他的胳膊可以举得很高。这里还有一节球形关节啊，然后二头肌可以旋转，根部360没有问题。根部这里是一个 PC 键，胳膊肘这里其实做的是2段的关节，往上从这里抬一档，再从这里抬一档，2节加起来可以做一个大于90度的曲臂。你回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是2段关节的一个骨架。腰部360度旋转吧，目前看起来会稍微的卡到一点点，但是呢你得拔出来呀。不过做这个旋转的幅度，我觉得摆造型什么的也是够用了。前后的裙甲都是球形关节的链接啊，这里可以打开，然后前抬，抬的也挺高的，后踢也能踢到45度。左右有一定的旋转幅度，侧踢这里就是造型所限了，也是差不多能踢到45度了。然后膝盖这里双关节，甚至这个骨架不会出现脱肉的情况，包括这里边的层次感刻画，玉涂装做的非常的漂亮精美啊。脚踝是竖着直接往下插的一个球形关节，而且这一回球形关节里边是 PC 键，很舒适的就插上去啊。脚底这里的刻画也很棒。这个头雕吧也是玉涂装做出来的，在一些细节上面涂的分色处理了什么的也都是不错的，但这张脸并不是很讨喜吧。其实你从这样拉近距离看这些身体的细节，这些涂装零件的板件刻画做的都是非常精彩的，在一款这么小的比例上面，能把电影外传这些角色的一些细节这样刻画出来，非常的漂亮。就是这张脸并不太讨喜，感觉憨憨的。我们来个对比吧，和30的摆在一起看一下，这个尺寸就一目了然了。非常小巧、非常精致、可爱的一个尺寸。其实
对比一下原版30的这个造型来说啊，身上的一些该有的细节其实都做了个七七八八出来，无非就是30这一身旧化的涂装做得很不错。但是想象一下，在这么小的一个拼装掌上的一个拼装模型里边做这个旧化的鱼涂装，可能也不太现实吧。这个如果有手艺的朋友们自己做一下，感觉还是挺好的。但30这个我觉得做的都已经是尽力了，小号手的这个在这么点的一个尺寸上边想把这个声波脑袋涂出来确实也难点。另外一个主要是什么，它尺寸太小了，所以声波耳朵旁边的这两个天线它不敢做的太薄太细，因为怕撑不住嘛。你看像30的这个头雕啊，因为它是一个大比例的，它这个天线就做得很薄，很贴合于头盔的两边。小号手的这两个耳朵呢，就有点炸开的那种感觉，甚至有点像擎天柱的那个脑袋了。我相信也有不少玩家喜欢像我这么区别啊。其实在我的柜子里边，这一层就是这样分布的，后边是一排30的，前边是一排小号手的。那一套大比例摆在后边，一套小比例摆在前边，其实看起来非常的有趣啊。而且这些小的玩具，你在拼装的过程中会不由得会心一笑，这个东西设计啊，包括它的一些工艺涂装，甚至说你在做这种按压水口的时候都会特别的爽。拼装的过程极其简单，拼完了以后，其实在这么短短的几十分钟里边拼装完了，你就会很有成就感，确实做得很好看。价格不贵啊，基本上也就是几十块到100块之间的这么一个价格区间吧。你跟后边这个比起来的话，确实有一种非常精致小巧的感觉。所以呢，其实非常推荐大家，如果说你喜欢外传这条线的话，后边摆一排30，前边摆一排小号手，不失为一种柜子里边的乐趣展现。而且确实这个素质非常的过瘾。今天玩到的这套声波和机器狗的套装啊，我其实来说还是非常满意的，唯一就是因为这个头雕的原因吧，可能也是声波这个角色的头雕并不讨喜，所以呢，在一些精彩的地方展现出来的东西啊，到了实实际际你拼完成了以后啊，这个脑袋可能让你觉得差了那么点意思。但如果堵住脑袋来看的话，整体的身上无论是契合度，还是它在组装过程中你感到那个环环相扣的卡扣，以及一些零件锁定完了完全不会掉下来的感觉，再加上这身精彩的玉涂装以及细致的版线刻画，还有就是很遵循于原著的一些设定的感觉吧，做出来都是非常精彩的。这个声波感觉超值啊，因为它是两个。然后就是这个机器狗啊，我觉得机器狗的这个精彩程度甚至不亚于声波，有过之无不及啊。零件的刻画也很好，可动也很精彩，甚至在这么点的一条机器狗上面，嘴巴也是有可动的，瞳孔啦，这些身上的涂装效果做的都非常的不错啊，真好真好，强烈推荐的这一套吧，这一个系列，甚至我会更期待后续他家的擎天柱什么时候出。其实早在前边的这些产品公布的时候，就有了擎天柱的那个，应该是个预告吧，包括后续有什么千斤顶、铁皮救护车、大汉这些，应该也都会出。相信慢慢不远的将来也会把这些角色都补齐吧。这两家都是拿到了官方正版授权。不可变形的这一块大比例30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无论说涂装、做工，各种各样的工艺，我都是非常推荐的。小比例这边稍微的，只要你会一点拼装的东西，做这个上手难度完全不高啊。稍微的用几十分钟拼出来，其实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棒的。大比例看30，小比例看小号手。总的来说，外传这条线，这两个品牌让我是非常满意的。那么得这一套小号手的声波和机器狗的套装大概就是这样。